其实上次录那个试播集 podcast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一样。那个有1个月吗？哇，有没有1个月啊？我想一下，我的单位是用那个过了多少 ASU football 的场次在计算的，大概2个，大概2个场。对，上次对 TCU，然后接着一场客场的 Utah 跟 Texas Tech 在这边，然后明天是要对 Houston 的，然后我又是没抢到票，没关系，我这学期还没有看过。很难过，你知道吗？就是去年我上一集已经有表达过我多么热爱 ASU football 这个。如果大家上一集没有更新到、没有看到的话，我那个时候有提到一个小收藏，对，叫我把它。你今天有带吗？怎么可能没有带，对不对？都立了这个奇怪的 flag 了。确实。叭叭啦！哇，等一下你在哪里拿到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拿的？我当然是花重金去买的。你去买的？我都买的，它是整颗。那个时候就想说，哇，就要展现自己多热爱，你知道吗？虽然在房间，我也要让自己每天看到说，我对于这个 program 是非常有期待的这样子。什么样的 program？是 football program 吗？当然是 football program 啊，其他体育我没怎么在看。对，我还有自己贴美国跟台湾这个小国旗。很 unique， 不错。好，这个就在这边当装饰好了。我们今天是上一次是我们的试播集，今天是我们正式开始这个 program 的第1集。那我们第1集其实有邀请到一个嘉宾，他也是我们在 ASU Thunderbird School 的台湾学生。那我们欢迎一下 Rebecca。嗨，各位大家好，我是 Rebecca。现在呢也是跟 Jessie 一样念 Thunderbird， 我现在也是2年级，这学期是第3学期。那除了我在 Thunderbird 以外呢，我有在 WP Carry 修课。那社团活动的话，我有参加 TSA， 就是之前我们的前会长 Chris 的同样一个 club。不好说，前会长过太久了。然后我是里面的美宣，就主要负责硕士部。另外我还有参加2个 club， 很推荐一个 Thunderbird Club， 一个是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我们是主要讲关于就是跟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还有一些美国跟世界各地的关系，讲到他们的 policy 政策，然后请我们很专业的那些教授来分享他的经验。哇，也是在 campus involvement 上面做很多这样子。对，而且我们有很多个活动，就是 Taiwanese Initiative 的活动，其实很多都有邀请 Rebecca 一起来帮忙这样子。没错，所以也是算是对就台湾学生服务蛮认真的一个伙伴这样子。没错。然后我们的社团之后也有跟 ISSE 合作。对，就是帮助台湾学生更了解就是国际发展的状况。对，所以接下来可以多期待一下 ISSE 的活动这样子。没错，好，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定的特别主题是名字叫我的行李箱里面的台湾。感觉很有趣耶，我们就是蛮期待的。对啊，我们就是在分享说，我们一开始刚来 ASU 的时候啊，我们是准备了什么东西来带来这边，让我们可能想家或者在这边不方便的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照应到，带什么东西过来照顾自己这样子。可能有些人会带一些什么小贝贝啊，或者是说可能一些零食啊。对啊，台湾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就是补到我们在这边的有些生活上面的不便这样子。有时候也会想家嘛，那看到那些东西可能就会觉得家人还在身边啊，或者是一些亲朋好友什么的。对啊，对。好，所以今天呢，就是我还有 Rebecca 还有 Jessie， 我们3个会分享一下我们从台湾带过来的一些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想台湾。我们先来讲我们带的食物啊、零食这类的东西好了。对于说食物啊、零食这种，很多人都会带自己的一些像是泡面啊这种小饼干的东西过来这边。没错，对，不能说美国食物有多好吃，所以对，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从台湾这边带来了什么？我其实从后来回去台湾，我就有再拿一些东西过来，因为我觉得刚开始来这里很多东西都买得到。那后来我就会发现最贵的是这个，我买天人茗茶，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喝茶，我想说美国也有很多进口茶，有些印度进口茶，所以应该也还可以。然后也都买到，现在有很多台湾饮料店嘛，像现在一方啊也都有过来开，还有85度 C， 上一次 ISC 也有合作。对，的确，对啊。但是呢，这里的非常非常贵，光一包这样绿茶就是不含税$8。哇！一包还是一盒？就一盒这样$8，这样8块，20包而已，很贵耶，这样。对，那如果是其他的比较高
就是其他更贵的茶，就大概一盒要大概10几到20块美金。哦，你平常是有在喝茶的习惯？对，我每天都会喝。那后来我就直接从台湾买那种天人茗茶量贩包，一大盒50包吧，大概是99块台币。哦，差那差很多多哎！你看8块钱差不多要200多块台币，但是现在你这样量贩包差了100多块，好扯哦。所以我是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喝这种茶，什么品茶那种什么我不会喝的茶，就是那种什么珍珠奶茶、手摇茶那些东西。我也是。吃米不知道米价嘛，这样子。那你下一个带了什么？下一个呢，就是原本在台湾不会很想喝，就突然很想喝的苹果西打。说真的，这个是不是在台湾好像有点消失了？对，就是没有那么的。我在台湾好像很少，现在很少看到苹果西打，但是在美国好像反而比较看到。对啊，你是从台湾带苹果西打，还是你是在这里买？后来就是在这里买，因为我受不了，我大概1年没有回去，然后我就真的很想喝。然后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最便宜找到的话，就是不含税的话是6罐5.99。哇，6罐5.99，一罐1块30块台币这样。对，但这是我找到最便宜的，其他亚超最贵会卖到12块99。好贵6罐吗？对，6罐。哇！天哪，我知道像 We 上面买会比较便宜，对不对？对，但它后来也有涨价，涨到大概8.99。哇，那很贵耶，那你还是愿意下得了手这样？我都趁特价时候买的。现在这些东西是命根子，而且这很好社交，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印度朋友，然后要跟他们社交，交换一些吃的的话，就是拿这个去，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真的吗？哦，对，哇，一个 tips。对啊，其实这样不错，用食物去交朋友。对啊，我好像我不知道，我买来台湾食物好像几乎都留给自己吃了，难怪我在想说这边怎么好像很难社交。还有另外一个我之前有带过来，我不是带凤梨酥，是他们现在有那个芒果酥，然后意外的，不管是印度人或者是韩国人，或者是那个菲律宾人，他们都很喜欢。芒果酥哦，对，是很像凤梨酥那种吗？对，没错，只是里面是芒果馅。我还真的没吃过哎。对啊，没有听过。天哪，好，一个很好的外交，你知道外交的食物，外交的点心。之后我先去买给自己试试看啊，芒果酥没听过。对，因为外国人他们都知道 pineapple cake。哦，而且他们口味也会不同，就是我们有请一个就是在 NBA 工作的美国人，就是给他吃不同的凤梨酥，然后他感觉他是比较喜欢吃比较偏口感偏软一点的凤梨酥。有这种凤梨酥，口感软的，就像太阳饼这种。对，蛮意外的，因为想说美国人他们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有嚼劲、比较脆脆的东西，反而他竟然是比较偏好就是软一点的凤梨酥。OK， 那我分享一下我的好了，这个关于食物的部分，我先弯腰拿一下很多东西。哇，他今天还带了一整个行李箱过来，我想说是怎么样？对，想说配合一下行李箱的主题，我就把整个行李箱扛过来了。对啊，对，我从我家里拿了一大包这个东西过来。那是什么？这些是汤包，就是像是火锅用的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做，像是我这边有一个康宝浓汤的。Oh my god！ 我跟你讲，康宝浓汤必带。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反正火锅汤底啊，什么乐沙汤底啊之类的那种。我是离不开，因为我真的是离不开火锅的人。然后 Arizona 虽然说那个海底捞好像快开了，这我们录影这段时间快开，但是在这之前我比较少能知道，就是台湾那种可能大锅型的，有小锅的那种小火锅。但是那种大锅那种平常吃不太都是家里自己煮，所以我想说，我离不开锅的人，我必带的就是一大堆汤包。你是真的会煮火锅在家里？很长，之前很长，现在比较怎么讲？现在这边的台湾食物越来越多之后，就蛮常自己出去吃的了这样子。但是我就算到这边，我也是在找说哪里怎么样好吃的火锅啊之类的。对。告诉你个小 paper， 你知道我上次回台湾，就是西门町那边，然后我就去那边的那个屈臣氏，然后我就发现，因为那边好像是专门给外国观光客，所以他就有卖那种小包装的，像那种什么姜母鸭麻油鸡的那种调味包，而且很方便，很小，比康宝浓汤还小，就跟一般茶包大小再大一点点。真的假的？对。这好像可以带哎。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不错，也可以当伴手礼的，就是他们也有那种就是狮子心包装，可是它上面是故宫的图案，
然后我就是来不及去故宫买那种纪念品给外国朋友，所以我就买那个回来，然后就可以发，就又很有台湾特色。好酷哦！我跟你讲到汤包，我之前有听到一个蛮扯的东西是，我有个朋友他说他之前来的时候，因为他太想念台湾的鸡汤，所以他直接把一整个冷冻的鸡带到飞机上。我是不知道能不能带到那个行李箱里面，但是他说他都没有被查，所以整只鸡。对，就是冷冻包的那种冷冻包的那种什么姜母鸭、麻油鸡的那一种，直接放在行李箱里面。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这样不会就是你知道可能解冻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不会啊，反正飞机上很冷。然后他就直接这样带一整包，我都替他捏一把冷汗，因为那个被查到是要被罚钱的。哇，这个这个名字什么的不要公开。对，我不会，我只是听到就是哇，天哪，就是各种你知道，大家为了想念食物，各种用尽各种方法带所有的东西都过来，我觉得这做很绝欸。对啊，对啊。但是的确就是住在这边，我这边也是第3年了嘛，然后我真的觉得这边的鸡肉口感上面真的跟台湾的有差。是比较很像重组肉的感觉吗？就是怎么讲？因为像我们亚洲人，我们比较喜欢吃这种腿肉啊，这种腿啊，还有他们的鸡腿排的部分，那个部分。但是美国的鸡种，他们做出来那个其实都有点太 Q 了，它就很弹，口感上面很奇怪，所以稍微好像能体谅它这么带一整只鸡过来，但是好像又觉得说有点太极端了一点，真的太 over 了。讲到这个，你就要讲到猪肉。美国猪肉跟台湾猪肉其实差的也很多。就它这里猪肉的腥味真的比较重。真的，之前有一次煮，我那时候也是在家自己煮饭，然后猪的那个臭味实在是没办法，就没办法继续煮下去，那是憋着，就很想吐。对，然后这里顺便跟大家补充个小知识，在美国你如果买大块肉会比较便宜，如果你买像呷哺那种需要人工比较多的。一盒那个就是贵了好几倍。确实，而且那个好像只有亚超才有卖。对，对我还有一个是，也是我今天早上在翻我的 pantry 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带鱼酥过来，然后就把它带过来。鱼酥这是我在台湾还蛮喜欢吃的零食，这样子。对，但我在这边就不拆包装了，因为对不对？搞到吃了隔天就sayonara了，对不对？不对啊，我们这里是 Arizona。又干，跟台湾不一样，食物可以放比较久。真的，对，这边比较不会那么受潮啊什么的。对，甚至有一些食物，像那个在 Winco 他们卖的一些干货，它是直接像台湾那种可以直接打开然后装的，有卖面粉啊、胡椒那种。对。OK， 而且又不湿，所以可以保存很久。的确，这边什么吃零食啊什么的，我通常都现在就在台湾都会封口嘛之类的东西，在这边不太会要，因为不太会受潮。对，那 Jessie 有什么？就是我知道，就是 Jessie 今天比较不方便带实体的东西过来了。但是我可以用讲的，对，我可以用讲的。好，我这个人就是因为我很没有安全感，对于任何事情，好，反正就是食物的部分更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带了3大箱行李箱来，3大箱再加一个 carry on， 然后再一个包包，然后我又寄了2箱东西过来，所以你就知道说我大概有多少东西。对，好，反正吃的东西呢，我主要带的一样也是 Chris 他带到那个康宝，因为在这边的康宝好像你在 Wii 上虽然买得到，但是你买不到那一种就是有鸡肉或是什么鸡肉干的那一种康宝，但是我自己又很喜欢就是有那个味道的，那个是可以带，因为那个是干的，所以我自己就带一些就是比较有除了玉米之外的康宝的东西，还有酸辣汤啊，还有一些什么你知道布拉希那种，就是那种汤包这样。这边应该真的比较少见到，这边应该没有。对。然后我自己还有另外带那个来一克的泡面，就是好想念哦。那个也可以带。对，来一克的海鲜泡面啊，或者说什么泡菜的泡面我都有带，就那种一罐的那种。对，然后我自己因为很喜欢吃凤凰酥，所以我自己也带了蛮多的凤凰酥。然后我是买那个小潘凤凰酥一生推，对，反正就是小潘的凤凰酥很好吃。然后我还有带，我觉得大概主要就是这3个，因为我是喜欢吃这些东西。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是吃的的话，其实大部分东西这边都买得到。就是 Wii 上你也买得到什么豆浆啊，或者说什么有时候你可以买到那个麦香红茶什么的。
哦，可以可以。那我回去看一下。对，就是大部分东西就是 We 上面都买得到啦。那最主要我觉得可以带就是这3样还蛮必带的这样。然后因为我现在目前有就是跟 Kaplan， 就是我现在是 Kaplan 的 student worker， 所以我之前也有跟 Kaplan 一起合拍一支就是来到 Arizona 必带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上 IG 搜寻 Kaplan 台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下面有一个影片，然后我就是带了很多的东西来台湾，这样包括电锅啊，就各种的东西的。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要带什么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那支影片。好，对，大家那个借机行销了，对。那讲到吃的东西啊，除了像泡面啊，还有我们带的浓汤，还有那些零食以外，你们在这边是会做菜的人吗？会。这边东西超贵的耶，这边吃东西很贵耶。对啊，一定要煮啊。对，美国外食真的随便动辄都是17、18块以上之类的。他最清楚，他很清楚。学校还好一点。我现在比较常外食，但是还是煮饭实在是那个价钱实在差很多。而且我觉得除了钱之外，就是东西真的跟亚洲差很多。对，就是那个好吃的程度啦。那你们大概都做什么事？感觉好像比较拿手的啊，或者是比较常做的这样。我们请来宾先分享。我自己是会搞刚一点，就是我如果要煮的话，我就会认真做3菜1汤。你自己吃3菜1汤哦？对，很有仪式感。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炒青菜，然后一个或蛋或豆腐，或再加一块肉。对，我会自己煎，就是烧肉排嘛。对，然后我觉得我最想念的还是那种3杯的味道。你会做3杯鸡啊，3杯鱿鱼那种之类的。对，哇，因为我觉得这里真的很难找到，要不然真的找到就很贵。对，而且这里很多台式的餐厅有一些做的，其实他们味道还是有调。那如果我自己真的懒得煮呢，我们有很多 Thunderbird 的好同学，他煮饭也煮得蛮好吃，互相蹭饭。对，这是回到第1集讲 networking 的重要性，你这 networking 就可以吃饱一顿饭。对，没错。如果自己真的懒得煮，就说那大家我们就一起去买个食材，然后就到谁家一起去煮饭。OK。那 Jessie 呢？我吗？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比较亚洲味的人啊，所以我都是煮亚洲的食物比较多。然后我之前有煮过卤肉饭。然后也有煮过那种红烧排骨那种。然后我想一下，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煮锅类的，就是一整大锅炖这样子。大锅炖的那种，或者是就是那种鸡汤类的东西，我也会煮。OK， 所以好像听起来也是蛮搞纲的，但是我没有到一定要3菜1汤啊。对，就是一样东西就这样吃几天。对我之前还有煮过红烧牛肉面。就是对 ，Arizona 真的有好吃的红烧牛肉面很有限，很有限。我有好吃的，但我对不对？先不急着公开。对，而且不便宜嘛，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对，但其实自己煮的话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当然时间上也需要准备。对啊，就很搞纲。对，就是你每次回家可能都已经很累了，然后你还要再煮饭，大概煮个2-3个小时，你就会觉得哇，我都不想吃了，对吧？就是真的很累。但是通常就是可能你一煮，然后煮完大概一个礼拜，吃1个礼拜大概也是差不多啦。对啊，卤肉啊、咖喱饭那些的。对啊，那你会煮吗？我自己是虽然说现在是很常外食啊，但是主要很多时候是因为现在很常往外跑，但是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做菜的。对，我之前在离开台湾之前，我有跟家人就是请教一些家常菜啊，就是跟我阿公以前有做过厨师，所以就是跟他请教一下一些台菜啊什么东西，所以像3杯鸡啊那些我也会做。然后之前在台湾一直那个最常做的是什么？最常做的是什么？椒麻鸡。哇哦！我在台湾做椒麻鸡。我在台湾就很容易吃台菜嘛，所以我做椒麻鸡嘛。OK。那在这边做，我这边最常做的应该是回锅肉之类的。对，但是你们家是算外省人吗？还是对你要这样对，这样讲应该算，就是我们家是金门家庭。对，等一下会提到，但是的确是比较
比较外省人吧，所以那个口味也算蛮重的。哇，今天意外发现一个大厨对啊，哇，下次可以蹭饭了。我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常煮，对不对？现在我可以邀请他一起跟我来外食，对。但是我也是不会只做这种中式啊。虽然我自己也是中式，所以我也是中式嘴，所以我也是很常，之前有煮过大概1-2次红烧牛肉面啊，还有我突然忘记那个菜名叫什么啊，那个葱爆牛之类的嘛，沙茶葱爆牛那种。但那种就比较中式的以外，我之前像是去年，我记得印象最深是去年感恩节那时候，我跟我的室友，我们几个一起做一个算是感恩节大餐吗？也没有到多大，因为就是4个人，4到5个人。但我们那时候就处理一整只烤火鸡之类的，烤火鸡主要是我负责，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菜之类的。讲到这个，就是让我想到美国有一个蛮好玩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煮菜的不多，所以这里的抽油烟机呢，其实也不太好。所以你其实可以在公寓的走廊上，你如果闻到那种这种炒菜味道，你就知道是华人，超级重，真的。我也有很常闻到这种。而且你如果跟你隔壁邻居够熟的话，他闻到你在煮菜，他就会来问你说你在煮什么？真的吗？真的。然后就蹭饭吃了，是不是？还是你是那个蹭别人饭的那个？没办法，美国他们煮食物没什么味道。的确。OK， 好，那再来我们还有。就是安心小物的部分，从台湾带过来，就是让自己比较可能像是一开始 Jessie 讲到，有些人会带自己习惯熟悉的被单来啊，或者是可能像枕头啊那些东西，有些人会认床嘛，或者是自己平常习惯用的一些东西，把它从台湾直接带过来美国继续用这样子。Rebecca， 你那边有没有？这个就必须说一定有。OK， 我有一个行李箱里面就是放了我台湾的枕头。因为这里枕头的确比较低，然后比较软了一点。那这样不是很占空间吗？这样占行李箱空间。这就是为什么要加购行李箱的原因。真的，为了枕头，2个绝对不够，太重要了。对，然后一定要有一个那个 stuffed toys，像那种 Jellycat 那种可以抱的，因为在美国这里习惯自己住，然后如果有时候晚上没有什么活动，其实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 lonely 的感觉。I agree。所以电视必备，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个 stuffed toy。那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从台湾带过来，所以呢，后来刚好我们家附近有人就是有一个新的 Arizona Center 来发可爱的，给那边给大家看一下青蛙这样。真的很可爱。对，然后我们公寓人手一只。哇，很可爱。对啊，就很适合。之后去看一下这个 Arizona Center， 看到有没有多的，我拿一只。对，然后我自己讲到 stuffed toy， 我自己也是一模一样，也是有从台湾带一整个 stuffed toy 过来，但我带了蛮大一坑的。是什么呢？哒哒啦！哇，这个真的蛮大的。对，卡比的部分，星之卡比。哇，好可爱。对，自己很喜欢 Kirby， 然后这是那个文化币买的啦。就在台湾的。对，那个对，之前文化币那时候，我就是准备离开之前，突然看到那个在中山商圈，中山的什么有趣市集嘛，那边突然杀到一个整摊都很卖卡比啊，还卖很多，然后这支很贵，但又想说文化币不是我自己的钱，我就买了，直接报了最大支的过来。哇，对，你有帮他取名字吗？这个我倒没有，我做不到这么那个，因为他不是我不用他陪我睡觉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会需要他，对，我会需要。其实还有一个小只的，就是那个跟老板凹到的，对，那真好看，对。好，这边就越来越满了，等一下你就开始看不到我了 ，OK？ 那我们讲完我带了这2个小东西以外，那 Jessie 那边有没有？我吗？对，比较像让自己安心的小物之类的。好吧，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不就说我带很多东西嘛，所以我什么枕头啊、棉被我都带了。但是有一个，如果是让我安心的小物的话，我带了一个我自己的小贝贝。OK， 就是那个小贝贝真的是跟了我大概一辈子，从我出生到现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已经很习惯有它的存在了，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带过来，就是不管它你知道有多大还是什么的，我就直接把它扛过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算是我真的蛮需要的，不管到哪边我都会想要带着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自己，因为刚刚 Rebecca 提到说就是 stuffed toy 嘛，那我自己也是有一个小的玩偶，但是我今天没有带来。对，反正就是我家大概有蛮多玩偶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 Jellycat， 就是那个兔兔的。
的一个白色突突的 Jellycat 这样，然后觉得它很就是舒服啦，然后我就觉得抱着它就很安心的感觉，对。突然一个经济实力爆，经济实力爆这样子。没有 Jellycat 没有，我没有涉猎这个，我不知道。对，那就是很可爱啦。OK 对 OK， 所以我就大概是这2个比较可以让我安心的小物。好，那接下来有没有要带那些是比较像是你带来这边，因为你知道可能会有活动让你 represent 台湾，所以你带来这边的像是文化象征类型的东西。讲到这个呢，应该最常看到的就是沙士糖，就是他们外国人很喜欢吃这种 soda candy，然后沙士糖其实又可以更代表台湾的沙士，又可以跟他讲说it's more healthy。有吗？对，好像有，就是沙士好像比可口可乐好像好一点点，但我不知道那根据在哪里。好像很久没吃到这种东西，以前会吃到沙士糖是那个去夜市打弹珠，然后打到最烂的那个，他会给一个沙士糖。这里是珍稀食物，没错。然后剩下就饮料替代吧。然后外国人看到都会觉得很兴奋，我也有是 free 的。对，因为美国其实它是用流行 Stanley 嘛，可是对我们亚洲来说真的比较大，比较不好携带。然后这种就拿着，然后其实早上我们家有那种可以泡咖啡机，然后外国人他们都会看到这就问你说，这是什么？感觉好方便啊。对，我们可能就是这种实用的那种小物特别多。没错。我自己也有带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替代，但是我发现台湾人真的是太爱喝手摇了，所以连就是星巴克有卖这个东西。我的是那个星巴克有一个猫咪的那个，我觉得超可爱，所以我就买了。我在那个台湾的机场，我应该是桃园机还是松山机场买的那个。有一个这个提袋超酷，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就是之后出国想要买个提袋的话，就是感觉那个星巴克还不错，也可以当伴手的，因为它很可爱。最后一个东西是文具，因为说真的，就是美国其实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文具文化，他们有的颜色就是3原色，红色、蓝色跟黑色，对，然后连那个荧光笔几乎就是只有黄色，对，所以但是有一些老师的课堂上，他们其实很要求，就是你不可以用笔电或者是 iPad 都不可以拿出来，因为他觉得会 distract，所以老师是会要求你真的要带纸本笔记本跟那个笔来直接写的。那美国这里可以买得到笔记本，Walmart 它其实很便宜，有时候大概0.5块，开学季的时候很便宜。我是有买来用，但它的缺点是，我觉得它的 ink 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写一写的时候会整个 ink 到我的手上啊，好奇怪哦。所以下一次我回去我会带一个笔记本过来。对，我也是文具的部分，我也是有带，我是带一整排的立可带的替换袋，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很少用得到。我也是，对，但我还是很仰赖文具的一个人，通常，对，你那边有什么像文化象征一点的东西吗？文化象征还是比较少。哇，我这个，因为这其实要硬塞这些东西也蛮占空间的。对啊，对，就是我光带一些食物跟一些什么的，我就放不下了，我还带那些，那可能就是那可能就是电锅了吧？哦，如果你要说就是特别台湾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电锅，因为我觉得在这边你虽然买得到电锅，但是那个电锅不是像那种台湾那种，你知道。大同电锅啊，那种蒸锅的那一种，所以我自己是带了一个就是小型个人的那种蒸锅，就是你可以煮饭，你又可以蒸肉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还蛮方便的，很万用。对，但是那个你要带过来真的蛮麻烦，因为那个很大坑，对，就是有时你虽然买小的，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真的行李箱大家就直接加购吧，不需要再多想了。对，我还有几个东西我想要讲一下，是比较像药物的部分，但不是那种内用药，是外用的。我这边有2个，金门一条根一个是金门一条根，另外一个叫冰玉膏。哦，冰玉膏是什么？冰玉膏的话是比较像是外伤在用的。对，那个就是 OK， 它上面写就是像烧伤啊、刺伤啊这种比较受伤用、O C 用的这种。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刚才呼应到前面讲，我是家里是金门人的部分。就是金门一条根的，这还蛮有名的啊。对，台湾大家应该家里里面都多少有一条根。这个就是你需要就是舒缓一下肌肉啊之类的，涂啊按摩用的时候，我很常会用这个。很像那叫什么虎牌的那个万金油，对，万金油。它其实也是一种精油啦。它就是让你舒缓这样。现在比较常会做那种什么健身那些东西，那会酸痛，我现在都是在抹那个啊。然后对，反正就是常用的就是这2个
药物的部分。对，讲到这个，我自己也是有带类似的，但是我还有另外带的是一个他的那个兄弟，不是说兄弟，就是你要一起配的，就是那个刮痧棒你知道吗？因为这边很热。这边一下就是那个暑气会那个真的很恐怖，而且这边是很干，所以你不会流汗。就你不会流汗，你更容易就是闷在体内。所以我自己就是有带刮痧棒，然后就很痛的时候或是怎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吗？刮一下这样子，刮一下舒服。这个我没有想到对吧？对啊，之后叫我配备，对，叫我家人寄过来OK， 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带过来的这些东西啊，那有没有一些是觉得说，你当初来的时候应该要带的，但是你觉得没有带，或者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想要推荐？可能之后要来 ASU 读的台湾学生说他们应该要带什么比较好？我觉得主要是 AZ 这里真的很干。对。然后我后来真的是有直接从韩国官网订购面膜过来。你说直接韩国送过来？送来美国？对，没错。而且有时候运还送不到，这里的物流会常常不见东西。对，有时候这边的物流没有那么安心的。对，所以面膜是我觉得必带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干货，就算我们在这里很多亚超买到干货，可是干货是几乎不特价的。所以像那种进口的干香菇啊，就真的非常贵，常年不特价。对，然后我又很喜欢做那种香菇鸡汤。对，很香嘛，尤其是台湾香菇。这里的生鲜香菇会有一个比较草一点的味道。对，草味。OK， 所以还是台湾香菇比较好吃。但做那种鸡汤的确是干香菇才会香，才会鲜呢。对啊。然后最后一个我想到的就是羽毛球，虽然学校都可以借。可是学校借要钱，不是免费，但是它是塑胶的。是吗？对，我记得之前所以要钱，他们会要收钱，那是羽毛的那个。对，是这样子所以你这里免费都是塑胶的，然后你就会不习惯那个重量。但是羽毛球是消耗品吧？这样会不会你就要带很多过来？对，如果很常打，所以说就是变成是会打的台湾人就一人带一条这样过来。因为自从他们说那个羽毛球要收费之后。因为我还是打不习惯塑胶球。对。可是因为他们这里就是会打羽毛球的，在这里都是几乎是亚洲人，大部分就是我们这样。对。那他们打球速很快，所以那球消耗非常快，所以后来应该才要收费，这样用塑胶球比较不会破坏。最后一题好了，那有没有什么在台湾的平常生活习惯是你来美国 Arizona 还是就是一直保持着的？我像喝茶就是我的习惯。对，因为在这里尤其用电脑有很多，然后我们作业真的很多讨论作业，有时候需要心平气和一下，就会来泡个茶，舒缓一下。对，我是魔爪人，所以对。我离不开，这跟那个题目无关，只是我不太喝茶，就是喝魔爪。不要这样，对身体不太好。Monste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炒菜吧，我还是不太习惯吃那种美国的生菜沙拉，而且最主要之前也有出现那种沙门氏杆菌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那个生菜。对，哇，最后我们来就是跟我们试播集一样，我们这边也有准备了几个便条纸这边的问题，就是大家之前我们 Interactive Board 收集到的问题，那你要不要先抓一个起来？还是我先选一个？你先。好，那我觉得就这个吧，就是 ASU 有多少个学生嘛 ？ASU 好，先讲台湾学生好了。如果我们单讲台湾学生的话，将近应该有500个，将近。实际数字我没有，但是至少我们这边大概知道有大概500个台湾学生。那整体的 ASU 学生数量是很惊人，应该是可能我不知道是应该一定是美国前几大，可能甚至第一大的，总共大概有19万个学生。加 online 加这整个 ASU program 加起来大概有这么19万个学生。所以是真的很大很大的学校，包括是但你包括实体的，你也是 Tempe 校区加上其他那些校区，这几个加起来6-7万至少也跑不掉。真的很大的学校。对啊，对。而且今年真的看了越来越多台湾人，尤其是你们之前 ISSC 办那个台湾的活动，那个 orientation 真的是有吓到我。对，所以你看那么多人，就你更要去 networking， 你 networking 机会其实很多。对。好，换我吗？好，那我觉得我应该会挑这个吧。
如何认识外国人，如何认识外国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就像我们第一集讲的，我觉得你要去放开你的心胸，你不能就是觉得说大家都跟你想的一样，或是就是大家都是喜欢这样子，你知道一群一群的，因为其实蛮多的外国人会觉得说，你们这样子一群同一个国籍的人在里面，那他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去就是跟你们就是接触或什么的，而且如果你一直在讲中文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都已经来美国了，那你不能一直在讲中文，对，你要去尝试多讲一点英文，然后去你知道吗？去跟人家问个嗨也好，因为我觉得美国人还蛮会聊天的，所以你跟他们讲个嗨或者怎么样，他们其实都很愿意就是跟你继续聊下去，除非那个人不友善。但我觉得这边的人都很好啦，所以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你要去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还有你不能一直去讲中文。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对，因为像 ASU 有上百个社团吧，所以当然说台湾学生会这件东西，我还是鼓励说，如果大家台湾学生会啊，或者像我们这边的活动这种东西，你还是可以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来这边交一些一样来自台湾的朋友。但是同时 ASU 有这么多个社团，包括说各种不同兴趣取向的啊，或者是各种可能你学院所属的很多种，那你其实认识各个地方来的人的机会很多。那像 Rebecca 还有像 Jessie， 他们其实都也有在别的社团去不管是担任干部啊，或者是去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大家就是真的是在 ASU 就不要局限自己的机会了， ASU 是给你很多机会的一个平台，那大家就尽管去加入那些社团啊，不管是开会啊、参加活动、当个志工之类的都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不只是磨练英文，也是增加你自己的这个交际圈，那可能这个对你的 LinkedIn 啊、resume 那些也会有相对的帮助。没错，其实我觉得讲一个最简单，就是来这里你社交最主要学的是美国有一个 small talk 的文化，这点在你要建立 connect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启话题，或者是你们可能聊一聊就尴尬啊，那就没有后续了。对，所以这是要敢讲。对，在你做 interview 之前，真的跟那一些 HR 开始聊天之前，先学会怎么做 small talk。你在 interview 的时候，你就不会紧张，就知道聊什么，而且这些 HR 也会对你们比较有印象。OK， 好，那我就选这个 How to have fun at ASU。我们这里超多活动，就不管是 club， 你就算是有比较偏学术的 club， 它也很多那种 networking 的 activity， 不管是出去爬山，然后或者是一起画画或者做志工。对于有一些社团来说，做志工是一个 requirement，然后这些 activity 出席的次数也是算是一个 requirement。那我也有参加一些还蛮酷的社团，就像说它有一个 dancing club， 它是学校专门那个 dancing 专业的学生来教的，所以而且完全免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尝试，多 explore 一些 club。你是在哪边发现那个 club？其实学校都有一些 club 的那种列表，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看。Central， 对 ，OK， 对。那对我的话就是这个了吧？你怎么在 ASU have fun？ 就是多去参加这些比赛，然后就会有一群一起在那边当场一起很嗨啊，不管是他们可能喝了酒还是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一起很嗨啊，这么你就很容易交到就是一起可以看球或者一起热闹的一些朋友这样子。对，没错。而且每个礼拜就是也不是说每个礼拜啊，但是大概开学或是快要放假的时候，在那个 Mill Avenue 那边也会蛮热闹的。对，所以反正 Tempe ASU 就是很多活动，很多很 vibrant， 很多事情在 going on 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要再限缩自己的圈子，不要再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多踏出去，多去走走，多去参加 ASU 还有 Tempe 这个城市 Phoenix 城市的活动。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 ASU 课堂以外的其他收获。而且可以多来 ICC 我们的部门的活动，或者说各种就是 ICC 其他的活动都还蛮，就每个礼拜真的都有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多看一下我们的 IG 这样子。OK，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到这边，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第一集的台味奉承，那也谢谢 Rebecca 当我们第一集的嘉宾，谢谢。好，那我们之后比较难过的是 Jessie 会离开这个 program 一小段时间，对，因为他即将要去日本
去做他们实习的 program。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祝福 Jessie 她在日本有一段美好的这个实习经验。对，没错，就是把所有各种的经验都带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对，那我这边会继续为大家为 ISC Taiwanese Initiative 继续服务这样子。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还有之后的活动，我们再见，大家拜拜，拜拜，拜拜。